大家好，阿傻与高龄生活奇迹的朋友们，我们又再度见面了。我们今天呢要录制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集，也就是我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与蜂巢音乐公司合作了一套线上课程。那我们是在去年的时候，在加拿大当地录制好所有的课程与音乐。那今天呢，我就有邀请了一珠好。大家好，我是一初。然后，那今天的主题其实我非常的期待，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2023年的时候，阿莎带了一个雪士达的疗愈之旅，然后我也有参加。那这套课程呢，又是一个能量声波的疗愈，所以呢，阿莎老师要唱歌给你听了。对，我在这套课清理了很多我的声音跟表达，然后包含吟唱的部分。因为上一集我们也其实有聊到，就是有那个小芬老师带领的声音的课程嘛，所以就感觉这其实带着一种共识性，就好像似乎声音在这几年的议题里面是非常的重要的。对的，高龄其实有说，因为我之前通常是不太上镜头，而且是以文字。这2-3年他们一直提醒，其实声音是非常好，能进入人，然后声音也是传导宇宙力量跟高灵们能量，在这个阶段很重要的方式之一，所以我才逐渐的开放。我相信这整个过程里，包含一初你自己也是慢慢的就从一个很幕后人开始会上镜头，然后我们开始一起主持频道。我相信这都是背后有一个宇宙的推力，让我们走向这个方向。讲几个对我来说雪士达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就会感觉雪士达的能量就是非常的轻盈，然后让我们底轮到顶轮好像似乎是一个非常好像不断的在净空，不断的在清理你的感觉，好像似乎任何事情你到那边就是一切都不太重要了，而且会觉得好多包袱好像就瞬间在那个场域里就会消失。我们在那个湖边静心的时候，就有拍到一张，就是我自己没有看到，但是大家会拍到很多彩虹的一些照片，跟小精灵的一些照片。还有一次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就是因为我自己就听到了，我知道说，其实我们在雪士达在连接这个雪士达女神的时候，你的朋友在跟一个西藏的圣山在连线，对不对？对，冈仁波齐就是冈仁波齐沙，也是这套课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之一。其实冈仁波齐山我没有到现场，但其实正是因缘，因为冈仁波齐跟雪士达山在地球里面其实就是天地间，也是月亮与太阳，所以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透过大陆这个朋友，他刚好爬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连线了。愿意的话，喜欢的话，我们之后可以做一个关于所有的圣山的一个特辑，这样子。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敲碗。其实圣山不止啊，有圣地，圣地其实有些地方也不一定是山。其实这世界上有我们人体有7大能量器官脉轮，其实地球也有它的脉轮。而且我还记得有一段是，就是我们在印第安人的药轮的一个地方，有很多就是学员是让他们在累世或者说之前前世曾经是印第安人的族人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唤起了很多的记忆跟对于他们来说非常疗愈的力量。其实我记得去了2次，它真的很多层次，然后有通往地心文明，也有外星门户，然后有你所谓的精灵，然后又有古老的一些印第安传承的一些比如说在药轮有很多存在，他们都是累世修行的。你记得我们那时候在药轮的时候，大家围在一起，我们共花了3个多小时，一个一个，我记得高龄透过我还有药轮的存在，一个一个帮大家传递能量跟讯息。所以说是每一个圣地或是圣山，其实它都
都连接到我们身体的7个脉轮的其中一个脉轮，是吗？应该是说，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每一年，它的磁场都有变化。像高龄曾经跟我说过，雪士达曾经也扮演过地球的海底轮，其实是有一点点轮替的。那高龄们说，只是今年比较特殊，这几年宇宙为了因应地球就是提升前，一定有非常非常多整合跟晃动混乱的状态。而宇宙呢，在这几年就赐予了地球很多彩虹力量，而彩虹力量到底扮演什么意义？七彩结合在一起就是白光，而白光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谓合一。回家的道路，在灵魂最终点，其实它就是一片白色之光。所以你看，很多很伟大的圣贤或很大的像耶稣基督，你们想到都是净白之光。所以彩虹光呢，我简单说，其实就是合一之光。而恰巧在这2年，今年或到2026年年底，雪士达呢，它被注入了相当浓稠的彩虹之光，所以我们才会以雪士达为出发点。那它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到达的地方，它必须有点就要坐很多车，然后飞机很远，所以我们希望用一种很直接的方式，可以服务给没有办法直接去、没有那么多时间空间的朋友，而可以亲临雪士达彩虹之光的祝福与支持。所以简单来说，就是阿霞她每去到一个圣地跟圣山，就会连接到当地的各个诸神菩萨，然后把这些能量永远可以直接任何时候都可以跟他们连接，然后再就是为我们带来讯息这样子。那雪士达彩虹之光听起来好像是应该很全面，因为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跟我们的脉轮一样，但为什么我们在连接的时候有一个单元是连接各大圣地的能量场？是因为除了西藏冈仁波齐山以外，所有其他六大脉轮的主要传讯的能量场跟存在，都是我曾经去参访，然后去迎接连接的一些神圣力量。我们是取其最强大的部分。整个高龄在运作过程其实是非常庞大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亚洲人可能有些地方还没有准备好。你去过雪士达，你知道，坦白讲，所有包袱都不见，但是你回到人世间，是不是还是要面对人世间的事？所以雪士达山的能量场是比较轻盈跟高频的，振动频率略高。雪士达山其实也富含着许多让我们落地扎根的力量，只是它需要碰撞。这一次埃及国王金字塔为什么还会参与我们的海底轮？是因为雪士达山的大地的力量背景上绝对没有埃及金字塔国王他们曾经在埃及创造出那非常厚底深厚的文化，包含他们祭司，包含他们在神性里面，包含他们建筑出埃及金字塔，其实是非常落地的。所以我们才会在工作的时候觉得所谓有缘的朋友，华人的朋友，他们在海底轮整体需要释放什么，疗愈什么，所以高龄才会去连接这样的频率。你知道他们有点像是中医师，他们在整个过程是调和非常多人可以真的是好吸收好接收，然后真的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印记可以越消融的。所以其实在整体我们表面看到我们好像录制一些东西，可是背后其实是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去连接，然后去调配那个能量场的平衡。
所以其实这道课程他们当时找上我的时候，我一口就答应，应该也是高龄一口答应。我记得高龄就跟我说，其实还有更玄妙的地方在后面。所以我们在讨论这套课程的过程里，他们一开始提到会用很多水晶的音乐，刚开始听到的时候会觉得音乐怎么跟传讯放在一起。我在那一次静心里，我就看到了我们在雪士达的冥王洞，我们进入了地心文明，所谓的亚特兰提斯时代。高さなんか花がいけたかたかたか目那个是那个个，那个是那个的个。我看到好多画面在海底，他们有很多高科技，接着他们有很多运用水晶上的力量。雪士达你也知道，他以水晶享负盛名，所以我就看到哇，我们进入地心文明，然后水晶的感应时代。接着我就看到下一个画面，当他们在用水晶心电感应的时候，就如同如果高龄透过我传讯，然后高龄将很多各地圣地或者雪士达力量下载录制到这个线上课的时候，水晶就扮演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我看到就是无限延伸与扩充，而这个延伸与扩充里面，其实对我们疗愈来说是很惊艳的。所以当我第一次跟他在加拿大见面，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那种很庞大的延伸，它进入我们身心，产生了一种疗愈的效果。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好久不见。我在想，因为有一股力量，我就顺着这个流讲，好不好？好不好？就不问我就不头脑在，对，我就直接就是雪士达白光来，我就直接讲，好不好 ？OK， 好。我是雪士达的力量，一出，好久不见，在秋分的时候，我们有相遇。一个仓促里打破你们头脑的预备跟准备是最美好的。等一下会有2个存在，一个是阿古达，一个是雪士达白色之光，会来跟我们分享讯息。那我们也可以邀请啾啾，我们希望帮助他脐轮跟海底轮，所以啾啾你也可以出来画面。啾啾你愿意吗？我出现了，我出现了。好，请你们做出你们的手势。嘎的什么呢？咕嘟是哪的？然后我将召唤你们的精神团队。这套课最美的地方是走入灵魂深处。什么呢？咕嘟基达哈拉。还有西藏冈仁波齐山的力量也会来支持你们的顶轮。在地球上各圣地之所以殊胜，就像你们在你们台湾的土地里有许多伟大的庙宇，就被赋予了神圣的价值跟力量，而圣地只是在地球上担任每一个地球蜕变各司其职的每个进展、每个阶段性的疗愈与提升。所以圣地之所以伟大，是你们看不见他们扬升之后，在另外一个宇宙平行时空里不断提升，不断的进化。而雪士达山在地球上隐而不显，因为最隐的东西是最有价值的。你可以想象雪士达一座山介于天与地之间，天际连接到不止你们想象的外星世界，它连接到非常非常浩瀚
银河星空下的每一个要祝福地球蜕变扬升的所有的力量，你们可以统称他们外星朋友，但事实上在你们所没有见的肉眼或想象的外星世界里，还有更强大你不知道的力量。而雪士达山刚好通往地球地心很重要的一个通道，这是雪士达山在这几年会被关注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它帮助我们学习与地球和解，在我们轮回的共业里，生生世世我们跟地球有很多的戏剧跟故事，而与地球和解的过程里，就如同我们落地生根扎根跟地球，我们跟地心做好连接的时候，我们才有行动与创造力。简单说，海底轮需要就是火的力量。我们为什么连接埃及国王金字塔？因为国王在辉煌的那个时候，他带着相当强大火的力量，他带动了许多渲染力、有影响力的、有埃及古文明的记载的，它是多么庞大火的行动力。而地球地心恰巧共振就是这火的力量。而亚洲朋友为何需要火的原动力？亲爱的你们，太多时候你们在为其他人而活着，而台湾这座小岛太多时候就像是一个小媳妇儿正在找位子，而这个火的行动力恰巧是让我们稳稳的跟地球的地心好好的连接。我们跟地心连接会有什么样最直接的帮助呢？以个人的部分来说，就是你的梦想它有火般的冲刺力，如同一台车子有了引擎，加满了油才能催促往前。而地球的地心既然跟雪士达有缘，那当然雪士达在今年就会特别的显耀。在这套课程里，不止清理往上轻盈提升，最重要的是落地生根。而这个根不在于国家边界的分别，不是我是哪一个国家，我是不是国家，更多是我站在大地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为何而来。现在我邀请你们，我们开始随着我念，我们要跟我们的灵魂，然后跟地球做一个很深的连接。Toko soto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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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ko sotoko。 现在你们感觉你们的双臀稳稳地坐在你们现在坐的位置，而刚才的手势，左手画一个圈圈，右手就是如同莲花指放在中指的指腹，轻轻地放在你们的大腿之上。你知道一个人的喉轮要如何疗愈与释放？我会把频率转给埃及西奈山。西奈山有股非常强大的推力，就是使人在一个紧缩的状态里，或者在低潮的过程里，
可以勇往直前。这就像是摩西，他爬上西奈山，摩西分海，他遥望着远方，而到达了顶端。而西奈山疗愈喉轮最恰恰的，就是将我们原本很压抑、很畏缩、很不愿意公开表达自己的、很不确认的、很没有自我价值的、很辛苦、很困顿的，它或许来自于原生家庭，它可能不在于一个很成功的状态。我说的成功指的是顺流显化的，它可能是很困顿的。那也有可能在喉轮上，你们有前世非常非常害怕凸显自己、怕做错事的印记。现在我就会邀请移出，当你开始连接你的喉轮的时候，你会对这套课程有什么最深刻想要提出的好奇的？它可以精简，但我会回答的很多。把意念放在喉轮，深呼吸，很简单，不用头脑想，直接问。我想知道，当我们开始进入这堂课程，如何能够学习到跟宇宙之流的能量一起共振，一起在这个流之上，如何一起共振，很好。而不会被头脑带着走。你问得非常的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用光语，加上疗愈的音乐，加上传讯，加上高灵透过阿莎们给的力量，作为最基本的、最主轴的。因为所有一切都在头脑以外，它正震动着我们所有的全身心。而你要做的就是放轻松，不是为了要解决你的疑问，而是你愿意敞开心，如同你跟你的神性们做一次交流与交汇。你只要敞开心，放心，安静的找一个空间，静静的聆听。即使在这套课程里有非常大量的传讯引导静心，不用担心，我们头脑有时候会纷飞杂乱，但相信当你听的过程里，你选择让自己全身心放松，而且我们也不会要求你们要静坐很端正的在学习，你们甚至可以静躺。唯一我们提出的建议就是给自己安静的空间。在这么晃荡的2025年，我们要收摄自己的能量，我们要将能量保持住。我们在外面行走，一切都非常快速、有效率，但是分散的。但允许自己每天有20分钟的时间或半小时的时间，就是单纯的听传讯，那单纯的听由所有疗愈性高频的乐器与光语共振出来强大的能量波。放轻松，而逐渐的，当你听完一回，你的身体就像被做了一场高龄能量的 SPA。慢慢的，我们在聚焦在聆听讯息本身。一开始第一单元，我们就带着大家净化身体、身心上、气场上的所有的尘埃。所以，请放轻松。它看似是一个深入的课程，但其实
每个启蒙进入这个地方，你会感动到能量频率的震动，而逐渐的，当你的身心尘埃已经被我们轻浮擦拭了一轮之后，你就会更清晰的加上你的头脑，加上你的直觉力，你就会听到讯息要告诉你的。所以其实为什么声音会变得这么重要？因为声音除了我们过去传讯会必须要用到头脑的耳朵的聆听，但音乐它就成了与神在天与地之间，与地心文明的存在们，与冰岛精灵湖的精灵们，与冈仁波齐山所有证悟的大师们，还有雪士达彩虹光，他亲自的疗愈大家的经纬体，而经纬体在课程里也都非常详细的告诉你它位在哪，它为何叫经纬体，而这些东西它是一个非常完整，我们从进化然后逐渐的被清洗一番以后，我们安静下来聆听讯息的引导，去进入静心，再慢慢的我们听到各存在各神圣力量的讯息，我们开始感觉到我与宇宙的关系，我与更高维度的存在的关系，我与灵魂深处的关系。现在我想要问JoJo，你可以深呼吸放轻松，我想要你直觉式的用你活化的松果体还有开启的直觉力直接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会很乐意回应你。在听的过程，身体都会有反应，我很想克制这些身体反应，不要这么外显，可是这会让我大脑不断的介入，我到底是要任由它晃来晃去，还是要一直克制不要动？好的，这就是头脑与身体感应能量的打架，这也是一样有阶段性。其实当你的脉轮都清理到一个程度，你的中轴介于顶轮天与地之间，你够稳的时候，其实它是可以不动的，而这个动一开始会是灵魂跟你之间在调频的动，所以也是好事。而灵魂如果跟你的身心透过更高维度的能量清理你身上的所有的尘埃跟阻塞，你自然而然就会越来越不动。但你也可以说，当你清理到很干净的时候，高维度的存在靠近你，你一样会动，只是动的质地不同。一个动的质地像调频，这套课程除了第一阶段进化，第二阶段就是调频。身心敏感的朋友一定会感觉到有气场在晃动，我们会鼓励你，如果这时候晃动让你感觉很打扰，其实我会让自己的身体自由发挥，甚至有些朋友他也许会有舞蹈的姿势，那甚至有些朋友，如果你一个人独处，你觉得不喜欢这种晃动，我会鼓励你静躺。其实这所有的现象都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而真正我们教导阿莎的会晃动是一开始很多堵塞的地方，但我会告诉他尽可能不动，而不动的时候一样的有可能会排气，比如打嗝，比如会感觉有一些手势，其实那都是调频的过程，也就是你跟神性跟灵魂的对话，那也就是人家说的气动。但我会鼓励你们就是让中轴更稳，
但是我们循序渐进，一开始听你会发现，怎么会有人会想大哭？因为很简单，因为所有的语言、光语、能量场都是为了帮助你们知道你们是谁，我的灵魂为何而来。所以那一份触动是强大的，那是从内心深处里好久不见的感觉，就像回家的感觉，就像你找到了生命中你的挚爱的感觉。灵魂就是我们的挚爱，而逐渐的你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会越来越稳，但都无伤大雅，尽可能不动。但动的时候，如果你收到讯息想传递，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或者录制下来。所以这套课其实不是为了让你们成为乩童或通灵，但更多是疏通你们内在纠结卡损很久的印记。我将回应你，可以吗？可以，谢谢。我们可以张开眼睛，我们聊天吧。应该很多可以剪吧，应该够了吧，很多吧。太可怕了。这套课程其实还有一个是跟地球和解。我觉得地球和解大家听到说好像这么大的议题，我只要跟我原生家庭和解就很好。其实是高灵们曾经说过，很多人追求身心灵学很久，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原生家庭的故事已经疗愈无数次，可是怎么还是回到源头，好像还是那个根源。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地球的共业里，其实我们都是被禁锢在，也不是禁锢，就是我们是被牵制在里面的。所以地球和解里面其实就是对自己很深的那个愧疚，还有很多的抱歉可以释放。其实我们很深的愧疚是因为我们真的当时跟地球，我们其实是有时候是粗糙的，我们是粗糙在慢慢的进化，我们是忘记灵性在慢慢靠近灵性。所以我觉得那很深的愧疚，高灵就会说有70%可能就是我们人类对地球生生世世承载我们的轮回所有的故事的抱歉。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在这套课程也有带到，如果我们可以所谓的释放我们的忏悔，也会有大幅的提升，因为那个包袱就是在整体上的。那尤其2025年你也知道我们几乎毫无选择，因为大自然的所有的灾难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大整体里面释放了，其实你就发现其实我们就联动的被祝福了。然后我只是想分享，就是说我刚刚问完那个问题之后，我突然就是觉得好像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进到我的喉轮这样子。对，放开自己的恐惧，你放开个人的担忧，你头脑觉得自己不行的。然后我就发现他们一直在聊的顺流显化。我觉得艺术家像你也是创作者，我觉得是喉轮它清理后，其实是就像你刚才感觉有一股力量这样进入，是那个东西。不要再让头脑去限制自己，我们强大感知力是可以知道整体是如何变化的。像去年上丰盛之流，他们一直强调，其实这几年就是顺流显化很重要的学习关键。而且这个顺流的体验是非常，你除非你经验过，不然没有办法去真正的体会那是什么，对不对？对，可是它是一种身体的体感。就像你刚才觉得有一股东西在这里，那你知道你只要深呼吸，你沉稳的讲，精简的讲你想讲的就到位，然后渐渐的你就会被疗愈到，你很有自信，你可以侃侃而谈。当然最后我的高灵们也会带给大家几句简短的祝福。我是阿古达，阿古达也就是通往亚特兰蒂斯在雪士达冥王洞很重要的一个存在。我与阿莎已经相识了人世间的8、9年，当然灵魂层面我们生生世世都连接着。
在这个套课程里面，我们带领了黑暗进行。所以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不是黑暗进行本身，但我想要分享的是在2025年这么加剧晃动的大环境，不管在各个层面，经济、政治、大自然反扑，各个层面里，其实我们不曾见过的阴暗面会一个一个被照见，一个一个会蹦出来去让你看见。而看见我们恐惧了，看见我们不安了，看见我们非常的愤怒，看见我们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变了，看见我们憎恨了，还有看见分裂带给我们的长期的疲劳轰炸。所有的故事，当你看见了，请你答应我，阿姑达为自己做一个整合。因为所有的光明跟黑暗，黑暗是可以被提升的，光明一样也可以被提升，他们可以共荣相处，并且互相支持对方。如同我们看到的星空，在深邃的黑，我们看到皎洁的月亮与灿烂的星空。而我们人恐惧蹦出来了，请你做一个很重要的练习。恐惧出来了，我超怕台湾大地震海啸，我非常恐惧。尝试让自己看着这个恐惧，让自己退后一步。当你退后一步的时候，就如同你跟这个恐惧能量保持距离。而保持距离对你有什么帮助呢？在你的身体，你会感觉客观的去看这件事，而不去头脑紧抓着这个恐惧，或者让身心进入这个恐慌本身。更多的是抽离，有觉察力的客观的看。身体保持距离了，就会让你的神性团队愿意支持你，净化你，你的心就会更坚定更坚强。简单来说，我愿意把我的恐惧客观的看，所以我清理恐惧。我相信神性力量更大的保护，所以我让我的身心灵都往后看这一个恐惧，这个有可能被预言发生的恐惧。我就是在抽离我与这个故事会共振搅进去的可能性，所以这就是我说的趋吉避凶。而身为一个清理大家阴暗面的存在，我想要告诉你，集体意识还有地球整个晃动，还有哪一位领袖讲的话让你反弹，其实我们都要借力使力，因为它就是我们内在的阴暗。看着它，真正可以驾驭这粗糙的阴暗面是我们自己。所以看着，然后我安静下来，我感觉到有庞大的光在照顾我。其实你就是在改变自己的生命，同时你也在帮助地球更进化。如果大家对这个课程感兴趣的话，该怎么办呢？好，这个的课程叫做水晶宇宙之爱，6月18号开课，总共会有600分钟，长达10个小时的课程，会结合身体工坊的音乐总监，也就是蜂巢的音乐总监许曼璇老师。那如果你有想要用这课程陪伴你的话，老师有他的折扣码，你们就自己去看单集资讯栏连结。对，9月30号以前，你用老师的这个折扣码买呢，都可以有所折扣。那先来纠团这里，我的鼻子打架是什么？年轻人茁壮了，才会有我们这些老年人茁壮，所以请大家先去揪团。没有，我觉得这就是好玩的地方，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课程可以就是各种联动，而且友善成这样。因为其实类型也不同，受众也不同，但是其实每个的收获都极大。所以不管你是在哪个平台看见，最终的受惠者其实就是在看着你。还可以 bonus 一下，老师在开课6月18号之后呢，
会有2场的直播，是专门给有报名参与这一堂水晶宇宙之爱的所有的学员，所以你只要看单集资讯栏连结，就会有很多相关课程的资讯，就你自己去做功课了。那就谢谢大家今天收看阿莎与高龄生活奇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